日前，美国总统拜登签署芯片法案，旨在通过巨额产业补贴和遏制竞争的霸道条款，推动芯片制造回流本土。当地时间周二，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进一步介绍法案细节，并公布500亿美元的拨款计划。雷蒙多特别提到，获得政府资助的美国公司至少10年内不能在中国建造前沿或先进的技术设施，否则美国政府将把资金收回。纽约时报认为，此番点名恰恰暴露出美国在最先进芯片的生产方面已经失去领先优势。雷蒙多在周二的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根据芯片法案实施战略，美国将在半导体领域建立护栏。We're also going to be implementing the guardrails to ensure those who receive CHIPS funds cannot compromise national security they're not allowed to use this money to invest in China. They can't develop leading-edge technologies in China. They can't send latest technology overseas. These are some of the most stringent taxpayer protections and guardrails we've ever had. 雷蒙多强调，如果获得资助的企业和机构未能履行某些承诺，商务部将毫不犹豫地收回资金。Commerce Department has the ability to claw back money, and make no mistake about it, we will use that clawback authority if, after giving the money to a company, they fail to start their project on time, fail to complete their project on time, fail to meet the commitments that they've made. 上个月9号，美国总统拜登正式签署芯片与科学法案。该法案计划为美国半导体产业提供高达527亿美元的政府补贴，其中500亿美元被拨给美国芯片基金计划。根据美国商务部发布的信息，美国芯片基金计划旨在振兴美国国内的半导体产业，并激励创新，同时在美国各地创造高薪工作。美国商务部发布的实施战略显示，上述500亿美元资金中，约280亿美元将用于资助建立先进制程芯片的制造和封装设施，约100亿美元将用于扩大在汽车等领域使用的成熟制程芯片制造，另外约110亿美元计划投入到半导体领域研发之中。雷蒙多还特别提到，受资助的企业10年内不允许在中国建立先进技术的半导体工厂，只能在中国扩大生产更老、更便宜、服务于本土市场的传统芯片业务。此外，他还表示，拜登政府还同意采取行政行动，审查其他行业的对外投资。不过，目前政府仍在研究如何落实这一政策的细节。美国这样限制外国企业在华投资设厂和正常经贸往来的行为，既是对中美正常科技交往的破坏，也是对全球半导体供应链造成扭曲，扰乱国际贸易秩序，不利于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和稳定。针对芯片法案的签署，中国外交部此前应询指出，该法所谓保护措施呈现出浓厚的地缘政治色彩，是美国大搞经济胁迫的又一例证。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此前也发声明称，芯片法案相关条款与全球半导体产业多年来形成的公平、开放、非歧视的共识背道而驰，违反美国参与建立的世界半导体理事会章程精神。声明敦促美国尊重行业共识，及时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停止给全球半导体产业界正常的交流合作人为设置障碍。纽约时报援引美国商务部发布的战略文件称，虽然美国仍然是芯片设计的全球领导者，但它在最先进芯片的生产方面已经失去领先优势。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和波士顿咨询公司一份联合报告估计，完全自给自足的本地供应链至少需要1万亿美元的前期投资，整个行业每年都要多支出450亿至1250亿美元的常规运营成本，推动芯片价格整体上涨35%至65%，令美国经济雪上加霜。波士顿咨询公司此前还估计，如果华盛顿采取对华技术硬脱钩政策，可能会损害一些美国芯片企业的利益，将令他们丧失18%的全球市场份额和37%的收入，并减少1.5万至4万个高技能工作岗位。美国芯片战略的核心在于重塑以美国为核心的全球供应链价值体系，增强美国的科技竞争力，打造半导体技术同盟。可以看出，美国这样谋求新科技霸权、组建小圈子的做法其实是困难重重、行不通的。这样也更加凸显了践行和维护国际多边主义的必要性。只有广泛的国际多边合作，才能维护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不仅如此，据美媒报道，拜登政府决定再次推迟消除特朗普时代对中国产品加征的关税的决定，转而寻求其他方式给企业提供援助。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束觉挺周四回应表示，中方始终认为美对华301关税措施不利于中美两国，不利于整个世界。
在当前高通胀形势下，美方决定延长对华加征关税，势必使众多美国企业和消费者承受更大损失。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表示，根据芯片法案实施战略，那些接受了政府资助的美国芯片企业，至少在未来10年内不能在中国或其他令人担忧的国家进行新的高科技投资。您对此如何解读？此前我曾经说过，中美两国竞争的核心在于经济竞争，经济竞争的核心在于科技竞争，科技竞争的核心在于芯片产业的竞争。或者换句话说，中美两国未来竞争的主战场将会集中在这块小小的芯片上。同时反过来，由于芯片已经成为了各行各业，尤其是电子产业发展的核心与灵魂部件，中美在这块小小芯片上的竞争与博弈结果，又将反过来决定中美在经济、科技、军事甚至政治领域最终竞争与博弈的结果。那么继上个月底拜登政府已经明确要求美国的2家芯片设计公司英伟达与 AMD 不得向中国出口高端芯片，这一次又根据此前通过的芯片法案，明令禁止美国的芯片企业对中国进行高科技投资。这些措施都进一步印证了我的这一判断。那么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主导了芯片产业链的上游，也就是芯片研发与设计。中国的台湾地区、韩国与日本则主导了芯片产业的中游，也就是芯片的材料、设备与制造。荷兰的光刻机这是全世界最为先进的，而中国大陆则主导了芯片产业的下游，也就是芯片的封装与测试环节。这个也就意味着，假如离开了经济全球化，离开了全球的产业链分工与合作，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在目前阶段都没有办法独自生产出一块小小的芯片。那么从中我们就可以看出，美国企图把中国和那些在美国看来令人担忧的国家彻底排挤在全球高端芯片生产与供应链之外，实际上也就是要把中国与俄罗斯等国家的高科技产业彻底排挤出经济全球化体系。或者说，美国企图在高科技领域内重新回到过去的半球化状态。我们知道，40年前由于东西方意识形态冷战，导致了东西方2大阵营在政治、经济与军事上的彻底对立，这就是所谓的半球化状态。后来是因为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分歧的淡化，人类才迎来了真正的经济全球化时代，才有了芯片产业的全球分工与协作。而现在在美国看来，那些所谓的令人担忧的国家，显然指的就是那些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跟美国不同的国家。那么这个也就意味着，美国主动挑起的意识形态新冷战，才是拜登政府对中国进行芯片产业孤立与推动人类重新回到半球化状态的根源。因此解铃还须系铃人，要解决逆全球化问题，还是要从源头上来解决问题。那在您看来，拜登政府将中国彻底排挤在全球高端芯片的生产与供应链体系之外的企图，最终能够如愿以偿吗？拜登政府这次跟中国打高科技战，尤其是芯片战，无论是从美国的企业界还是民间来讲，或者是从其他生产芯片的国家和地区来讲，几乎都是一片反对的声音。按照波士顿咨询公司估计，拜登政府此举将令美国的芯片企业丧失18%的全球市场份额和37%的收入，并减少1.5万到4万个高科技工作岗位。而对中国经济依赖程度相当深的韩国，这因此至今未对拜登政府筹建芯片四方联盟的倡议做出明确的表态。我相信，就算是日本与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芯片生产企业，对此也是敢怒而不敢言。不过我同时认为，虽然全球芯片生产的相关国家和地区，尤其是相关企业心里再有抵触情绪，最终他们还是会不得不配合拜登政府的芯片大战略。这背后的原因主要有3个：一是因为拜登政府已经将中美之间的高科技战与芯片战上升到了意识形态之争与国家安全之争的高度，
甚至是上升到了美国及其盟友集体安全的高度。这样一顶大帽子压下来，没有哪个国家和地区敢提出反对意见了。二是因为美国拿住了芯片四方联盟中任外三方的软肋，日本在中日钓鱼岛纠纷问题上有求于美国，韩国在朝核问题上有求于美国，而台湾地区则在军售问题上有求于美国。三是美国不仅与日本、韩国是军事同盟关系，而且牢牢地掌握了芯片产业链的上游环节。这个也就意味着，其余芯片生产国家和地区，谁要是离开了美国主导的这个体系，都将很难玩得转。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接下来摆在中国大陆面前的道路就只有两条：一是通过外交手段从根本上化解中美分歧，阻止拜登政府在高科技领域的逆全球化的步伐。毕竟全球化是人类的大势所趋，是人类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典型表现。这个趋势不是你美国想逆转就能够逆转得了的，同时也不是你美国想把我甩下车，我就要心甘情愿地下车的。而且我认为中方这样的做的动作还要快，不能让美方的逆全球化变成一种趋势，并且形成路径依赖。要知道，拜登政府之所以现在想取消对华加征的关税，也已经很难做到了，因为对华加征关税几年下来，已经在美国的国内外形成了一批固定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已经成为了取消对华关税的坚定反对者。第二，假如中方通过外交努力仍然无法阻止美国对华高科技战与芯片战，那中国将别无他法，只能拿出破釜沉舟的魄力与决心，研发与制造出自己的高端芯片了。这样做虽然很难，但是再难也得迎难而上。芯片法案也引发美国盟友的不满。《华尔街日报》引述对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的专访内容称，雷蒙多曾在今年6月与全球第3大硅晶圆生产商台企环球晶圆控股 CEO 徐秀兰通了约1小时的电话。当时，环球晶圆正考虑在韩国投资设厂，但在接到雷蒙多的这通电话后，转而做出对美投资的决定。报道披露，徐秀兰在电话中曾向雷蒙多表示，在韩国开设工厂所需费用仅为在美国的1/3。韩国朝鲜日报认为，美国从韩国手中抢走半导体投资项目一事，可以充分体现美国为了确保其霸主地位，采取了何种程度的攻击性措施。不仅如此，美国上个月通过的通胀削减法也让韩国电动汽车在美销售极大受损。此前，韩方代表访美就此提出交涉。韩国舆论指出，在高新技术产业的战场上，美国对于韩国这样的盟友也丝毫不会让步。中国也是韩国企业半导体出口非常重要的市场，韩国在中国也有非常大的投资利益，所以说这样的一个现象，既体现了韩国不愿意完全被卷入美国的强权政治之下，也体现了中国对于韩国和亚洲的供应链稳定都是非常重要的。美国不断收紧出口政策，大搞贸易保护主义，世界上多数国家并不跟风，而是采取更为理智的举措。周二，德国巴斯夫集团在广东湛江投资的巴斯夫广东一体化基地项目举行全面建设暨首套装置投产仪式。该项目总投资大约100亿欧元，是德国企业在华投资规模最大的单体项目。周三，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回答深圳卫视记者提问时指出，该项目的投产对于中德深化经贸投资合作，携手应对疫情冲击，维护全球石化产供链安全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今年以来，德国对华投资继续保持增长，这证明德国企业看好中国的经济前景和营商环境，对在华投资经营充满信心。中方愿同世界各国一道，加强经贸投资合作，共建开放型的世界经济。一段时间以来，德国一些政客和所谓研究机构频繁宣称，德国不应陷入对中国经济依赖的陷阱，要求政府重新考虑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德国经济界却普遍反对上述观点。德新社8月报道称，德国工业联合会主席鲁斯·伍尔姆表示，我们不应该从根本上质疑与中国的经济关系。
德国商报称，尽管德国国内的警告越来越响，但巴斯夫、大众、宝马、奥乐奇等德企今年在中国大举投资，几乎没有公司愿意错过中国的发展机会。周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第7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上发言时表示，将进一步加强同俄罗斯的全方位合作。值得注意的是，在俄乌冲突持续、美西方对俄制裁仍未停手，导致欧洲能源危机、通胀高企的背景下，俄总统普京在论坛全会上指出，当前国际关系体系已经发生不可逆转的结构性变化，俄罗斯与亚太国家加强合作意义重大。37分钟的讲话里，普京透露了哪些重要信息？连日来备受关注的普京远东之行，为何说释放了俄罗斯正在转向东方的关键信号？来看看报道。第7届东方经济论坛周一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远东联邦大学举行。周三，栗战书在论坛全会上发言时表示，中俄拥有良好合作基础，中方高兴看到俄罗斯经济并未给美西方国家的制裁所击垮。中方高兴地看到，在普京总统领导下，俄罗斯经济并未被美西方严厉制裁所击垮，而是在较短时间内实现稳定，并展现韧性。在俄乌冲突焦灼，美国及其西方盟友仍在对俄施加严厉制裁的当下，本届东方经济论坛备受外界关注。尽管美方一再对外塑造俄罗斯被世界孤立的形象，但拿这场论坛来说，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5000多名代表参与其中。周三，论坛迎来最高潮部分，俄总统普京出席全体会议，并发表了长达37分钟的讲话。俄罗斯观点报观察到，这是他在东方经济论坛全会上发表讲话时间最长的一次。2019年和2021年持续大约30分钟，2016年至2018年为20分钟左右。报道认为，普京此次讲话的时长凸显在俄乌冲突及西方制裁的背景下，他对此次论坛的重视。俄乌战争2月爆发以后，那么美国、欧盟领导的这个整个西方世界对俄罗斯进行了政治孤立和经济制裁。应该说，这一轮的这个经济制裁是非常的全面，涉及的国家也非常广泛。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这样一个大国，应该说它要全面被孤立是不可能的，但是部分孤立或者说基本孤立在一些方面，特别是经济的一些高科技领域，那么现在已经是一个事实。那么目前俄罗斯想摆脱这样一个困境。讲话中，普京对美西方予以严厉抨击。说到美西方动辄拿所谓规则秩序说事，普京表示，美国为了追求自身利益，从不限制自己。为了阻挡历史进程发展，美国不惜破坏100年来确立的金融、货币等国际经济秩序支柱，按自己的意图塑造于己有利的规则。而在美国要求下，西方国家自己经常违反这些规则，他们罔顾自己国家民众生活质量和本国社会经济稳定，而对其他国家实施制裁，这实际上就是牺牲自己而维护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东方经济论坛的主题就是迈向多极世界。周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针对相关提问指出，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主要新兴市场国家代表，始终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始终致力于推动疫情背景下的世界经济复苏。毛宁指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个别国家罔顾联合国宪章宗旨及国际法准则，动辄对其他国家实施非法的单边制裁，严重冲击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和国际治理体系。中方将继续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共同促进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我们将为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贡献。当前俄罗斯和美国领导的西方国家们在2个战线上进行对抗和战斗，一个是在乌克兰的战场上，一个就是在舆论场上。美国认为当前经济下行，世界范围的经济下行和通货膨胀，主要是俄罗斯搞能源危机、搞控制粮食出口所造成的。那么俄罗斯认为主要是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俄制裁、对俄经济制裁和扣押俄罗斯的外汇储备造成的。在这样一系列关键的问题上，美国领导的西方和俄罗斯都处于完全针锋相对的立场。那么这是
从2月20号战争以来一直出现的一个状况。普京指出，当前国际关系体系已发生不可逆转的结构性变化，美国在全球经济和政治中的主导地位正在下降，而包括亚太地区在内的新兴国家作用显著增强，已经成为经济技术发展的中心，以及人才、资本和生产的吸引力中心。普京认为，明智地利用亚太地区的优势以及建设性的伙伴关系，将为我们开辟新的巨大机遇。普京还专门提到，对俄罗斯而言，远东是俄罗斯面对东方国家的门户，而远东地区的作用正在上升。有分析认为，俄罗斯与欧美的产业链和技术链已经遭到破坏，这意味着俄罗斯必须重新调整与其他国家的外部经济循环，其中亚太国家是俄罗斯的理性选择。欧洲洞察与全球趋势网站称，当前背景下，东方经济论坛对于俄罗斯来说具有一种特别的、更高层级的重大意义。这是其重新调整国家经济方向努力的一部分，以使其转向西方之外的亚洲，努力在全球建立替代方案。观察指，俄罗斯正在转向东方，这既是主动的战略转向，也是被动的应对。它正在寻找满足其利益需求的应对之策。俄罗斯转向东方的这个口号或者是战略提出很多年了。那么在2014年乌克兰危机初爆发的时候，俄罗斯政府、俄罗斯领导人就提出了转向东方的这个战略。但是这么多年来，那么取得的实际成果不明显。转向东方，我个人觉得俄罗斯政府还是要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比如说打击腐败，比如说减少俄罗斯的官僚主义，比如说对外国的企业、外国公民更为友好一些，建设一个服务型的政府。那么在这些实际的工作做了以后，我们才可以看到转向东方有可能变成现实。在此次东方经济论坛举办前后，中俄也不断释放深化合作的信号。普京周三在论坛全会上就表示，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和中方决定以50:50的比例用卢布和人民币结算天然气费用。他当天在与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的会面中还表示，俄中贸易额将很快达到2000亿美元。此外，据俄卫星通讯社报道，普京周二还下令启用外贝加尔斯克满洲里粮食铁路运输货运站。这条陆上通道的启用将使俄罗斯对华粮食出口时间缩短到2周至3周，预计年吞吐量最高将达到800万吨。栗战书在周三的论坛全会上致辞时也表示，中俄开展远东合作是两国元首亲自推动和规划的重要合作内容，中方将继续支持和参与俄罗斯远东开发，助推中国东北全面振兴，与俄远东开发国家战略深度对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在接受今日俄罗斯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中俄之间保持战略互信非常值得肯定。这次的东方经济论坛同样代表着两国在贸易、投资以及方方面面出现了很多更好的迹象。未来中俄合作的趋向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未来我们面临的这个西方的压制，中俄之间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会进一步的加强。中俄之间合作与否，合作的深度与否，直接决定了中俄两国未来的在这个世界如何更好的生存下去。所以我觉得摆在这样的战略高度去看待中俄两国的合作，我们相信很多事情就会迎刃而解。东方2022战略演习周三落下帷幕。之前一天，实兵实弹演练将这次演习推向高潮。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到现场观看了实兵实弹演练。这次演习是中国军队第4次派部队参加俄军年度战略演习，也是首次同时派出陆海空3军参加联演。演习中，解放军的表现亮点纷呈，受到各方关注。当地时间周三上午10时许，东方2022演习闭幕式在俄罗斯乌苏里斯克市谢尔盖耶夫斯基训练场正式开始。演习总导演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叶夫库罗夫致辞时说，通过这次演习，参演各国加强了合作，增进了友谊，巩固了团结。中方联合战役指挥部指挥员表示，连日来我们与各方在检验协同作战能力、积累实践经验的同时，更增进了战斗友谊，深化了互信合作。在此次演习中表现突出的各国参演官兵代表分别列队接受指挥员颁发的纪念奖章，其中中方参演部队40名官兵获此殊荣。随后，军乐团奏响阅兵曲目，分列式开始，官兵依次从主席台前经过，接受检阅。执行演习任务的多型战机也通常接受检阅。
作为俄军4大战略方向演习之一的东方系列演习，在俄军演习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东方2022演习于9月1号至7号进行，演习中共动用了5万多名军人、5000多件武器和军事装备，其中包括140架飞行器、60艘战舰、快艇和保障船。参演国包括东道主俄罗斯在内，共有14国，来自全球35个国家的70多名军事外交使团代表，以及吉安组织和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们观摩了演习过程。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之下，很明显的是，西方加大了对俄罗斯的舆论攻击的力度，试图把俄罗斯塑造成一个威胁。但是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说，俄罗斯希望强调的是，在安全问题、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方面，俄罗斯也愿意发挥一些积极的作用。也有一些国家在和俄罗斯共同努力。所以这一次演习之所以能够进行，某种程度的展现出的是在安全议程上，西方无法完全主导。即使对俄罗斯发动了舆论攻击，俄罗斯仍然会通过一些方式来进行回应。俄罗斯莫斯科共青团员报周三报道称，俄罗斯总统普京亲临观摩，表明对这一演习的重视。该阶段演习的一个重要想定是，敌在东部切入防御深度200公里，攻击北方及其盟友。多国军队阻止敌人前进，结果遭受损失，但保留了预备队。在火炮和战术登陆支援下，多国军队向敌人发动攻击，占领了防线，并解放了居民点。西方之前在认知作战的领域呢，经常会讲俄罗斯现在的军事体系受到了相对比较大的损失，那么俄罗斯没有能力再保护自己。那么现在俄罗斯等于在自己的东部方向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演习，证明自己有能力在进行特别军事行动的同时，继续在其他的方向来展开相关的行动，来保卫自己的利益和安全。应该来讲，在这个过程中，俄罗斯通过这次演习呢，也团结了很多的之前有这个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相关的国家，也证明了很多国家呢，并不一定说只能跟西方站在一起，会根据自身的需要选择自己合适的道路。此次解放军赴俄参演不仅展现了新意，也检验了实战化水平。据解放军报报道，此次演习，中国军队派出2000多名官兵参演，并出动车辆300余台，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21架，舰船3艘。这是中国军队第4次派部队参加俄军年度战略演习，也是首次同时派出陆海空3军参加联演，首次同时组织空航、陆航力量境内部署跨境演练，并且首次派出海军舰艇赴日本海方向协同演练。在这次参演的远东地区呢，可以说有非常复杂的地形和气象条件啊。从这些场景上来看，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在这种复杂的条件下呢，得到了很好的检验。与外方直升机混合编组，全程依地形隐蔽突防，零机协同分配攻击目标。在这样的实战背景下，顺利完成跨域夺控任务，进一步探索了陆航力量在联合体系下的作战模式。据解放军报报道，仅用3天时间，一座集作战指挥、野营生活、后装保障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中国营就完成建设。指挥机构能够使用指挥信息系统等高效可靠地实施指挥。指挥所的每个指挥席位和住宿区的帐篷中都有一部座席电话，加上配发的专用手机，能够实现参演部队营地、演习区域到国内的实时通信。有评论指，中国军队首次同时派出陆海空3军参加俄罗斯组织的战略演习，不但在军兵种协同作战的层面上达到了联合，还在与多国军队协同作战的层面上达到联合，对提升我军实战化演训水平具有重大意义。中国军队今后将会继续与各国军队展开交流合作，为世界与地区和平稳定做出大国贡献。我军联合训练抓得紧，官兵们抓战备、谋打赢的意识非常强烈。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参演的官兵士气非常高昂。我们官兵的整体的素质在不断的提升，我们的国际视野呢在不断的拓展，战法、训法变了，更加贴近实战，更加符合现代作战的这种要求。俄罗斯主办的东方2022演习收官，您是如何来看待这次军演？梅西你好，这次演习呢与以往相比规模有所收缩，但是呢受到的关注程度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一呢是组织者俄罗斯呢正在对乌克兰进行特别军事行动，外界观察东方2022演习参加的都是哪些国家，能演练什么科目，期限有多长。那么从演习的进展看呢，特别是普京总统到场视察，意味着俄罗斯呢可以同时打赢2场战争，这是北约呢特别关注的。
二是在俄罗斯呢受到欧美制裁以后啊，这个外界观察哪些国家会参加演习，结果呢，这个上合组织和吉安组织成员国呢基本上都参加了，这表明欧美对俄政策呢没有影响到上合组织等的团结，都在自立自主，意味着呢这个西方的影响力在下降。三是东方2022演习的目标呢是实践联合体系下多国部队的防守反击作战行动，并没有表现出这个军事侵略性。那么这次演习呢能够圆满的收官，恰恰表明了上合组织、吉安组织等多边构架正成为区域内重要的稳定力量，平衡着世界格局，并且呢在新冷战的风雨飘摇中鲜明地亮出了上海精神，也就是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那么为未来发展呢画出了一道理念的光亮。在俄乌战事处在僵持中时，普京总统依然到远东地区观摩军演，参加经济论坛，这是释放什么样的信号呢？处在战争中的俄罗斯呢，这个很多紧迫的事都得由总统来指挥和协调，但是普京总统呢仍然举重若轻，到远东地区观摩东方2022演习，参加第7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且发表了30多分钟的讲话。他抽身到远东地区呢，起码向美国和北约国家释放了4个信号。第一呢是美国和欧盟呢无法孤立俄罗斯，这个10多个国家参加了军演，67个国家和地区的5000名代表参加了东方经济论坛，说明合作共赢呢仍然是康庄大道。今年呢东方经济论坛的主题就是迈向多极世界，这既是一个事实，也是对美国霸权的挑战。这里有一个热门议题，就是美国千方百计拉拢的印度，不仅呢参加了经济论坛，也参加了军演。莫迪总理呢明确表示要加强与俄罗斯的伙伴关系，这无疑呢给这个美欧的冷战思维打了一个耳光。第二呢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呢对国际社会的发言权和影响力都在下降，美国主导一切呢都已经成为过去。普京总统在讲话中呢直接说，美国你呢总用自己的行为模式强加于人，但现在呢各国不听你的了，美欧呢你们还是管好自己的事儿吧，去解决能源危机、通货膨胀等等。第三呢是俄罗斯呢正在转向东方，这不仅与俄罗斯的发展战略相关联，几年前呢俄罗斯就有东进计划，也与当下的局势相关联。这个欧洲减少对俄能源依赖以后，那么俄罗斯呢转向东方才有市场，才能持续发展。普京呢也明确表示，这俄罗斯的未来在远东和北极。第四呢是显示俄罗斯对俄乌战争抱有必胜的信念，对乌克兰近期鼓吹的反攻呢不怎么理会。普京到远东地区呢有点长袖善舞的味道，说明呢对俄乌战局不怎么着急。除了说到粮食出口问题，普京几乎就没有提到乌克兰，好像不存在这个俄乌冲突似的。他呢还说开战以后俄罗斯没有失去任何东西，这旨在向外界，特别是美西方传递出了这个俄罗斯胜权在握的信号。欧洲正因追随美国对俄制裁步伐而遭到反噬，深陷能源危机。普京在东方经济论坛上就表示，如果俄罗斯今天收到北溪一天然气管道项目的涡轮机，明天就可以恢复供气。不过普京也强调，欧洲能源市场不再是优先的，世界能源需求如此之大，俄罗斯在销售能源方面不存在任何问题。普京还警告，美国、英国和欧盟沉迷于虚幻的政治理念，把本国公民的福利完全置于次要地位，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西方国家进入经济和社会危机的死胡同。西方国家的这种行动将对整个世界产生不可预测的后果。事实上，能源危机所带来的经济冲击已引发欧洲多国民众的强烈不满，民众要求政府解除对俄制裁，改善民生。比利时8月通胀率9.94%，逼近1976年的9.96%的记录。比利时首相德克罗日前表示，俄乌冲突对欧洲造成的影响远超新冠疫情。能源危机不仅有关经济，还涉及到欧洲大陆的稳定与安全。
德克罗坦言，比利时乃至欧洲将度过艰难的5年，甚至是10年。经济问题呢，民生问题呢，它会影响到政治的。现在有的国家，比如说捷克，它已经出现了这个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我想，如果这场危机呢继续发酵的话，还有更多的国家在政治上对政府表现出来这个不满，会影响他的这个未来的选举、未来的这一个政治安排。俄罗斯总统普京周3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时强调，俄罗斯没有也不会因对乌特别军事行动失去任何东西。从收获的角度来看，还加强了自己的主权。同时，普京也警告，西方沉迷于虚幻的政治理念，不重视本国公民的福利，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和社会危机。事实上，越来越多迹象显示，欧洲能源危机正在向经济和社会危机演进。在战事方面，乌克兰和西方媒体近日高调宣传乌军在一系列反攻中告捷。然而，俄罗斯方面表示，乌军的进攻遭受重大损失。周3，普京出席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的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讲话。就俄乌冲突，他表态称，俄罗斯没有也不会因为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失去任何东西，而且还加强了自己的主权。他还表示，俄罗斯将把保卫顿巴斯民众的义务履行到底，并最终将巩固俄罗斯的外交地位。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周2还宣布了一个重要消息，称自己毫不怀疑普京的顿巴斯之行会在时机成熟时举行。佩斯科夫还称，俄方将继续建设和发展顿巴斯地区。近期，俄罗斯和乌克兰都称军事行动取得成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1表示，乌军已夺回南部赫尔松地区2个居民点，东部顿涅茨克地区1个居民点，以及利西昌斯克和斯维尔斯克部分高地。泽连斯基还表态将继续推进对俄反攻。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称，在乌军似乎颇有斩获的情况下，俄控制下的赫尔松当局周1以安全为由推迟了入俄公投。不过，俄国防部周2表示，俄空天军战斗机和防空设备在尼古拉耶夫州击落乌克兰军队3架苏25攻击机。过去24小时，乌克兰在尼古拉耶夫克里沃罗格方向损失坦克12辆、步战车11辆，有生力量损失超210人。而乌军上周日晚对赫尔松边界地带的另一场进攻，也被俄空降部队战斗机击退，最终被迫撤退。俄罗斯观点报的分析称，在赫尔松方向过去1周的战斗中，乌武装部队遭受至少2个机械化旅的伤亡，装甲车总损失超300辆，而这样的数量无法在1个月内，甚至在年底之前用西方供应来补充，西方根本没有足够库存。此外，赫尔松州军民政府方面表示，乌克兰隐瞒了乌克兰武装部队多次袭击赫尔松州后遭受巨大损失的数据。自8月底以来，乌军已损失约3000人和100件来自德国、波兰等国的军事装备，而乌军实际伤亡数字应该是其公布的3到4倍。今天我们看到，在这场消耗战中，双方这种焦灼的形势是有反复的，有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乌克兰呢，在有的一些局部的一些目标上呢，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总体上还没有达到他想要的一个效果，能够彻底的把俄罗斯呢从乌克兰呢赶出去。双方的伤亡呢都比较大，想要说达到自己一个以往宣布的这种目标呢都很困难。事实上，乌克兰本周又开始呼吁西方提供武器。乌克兰总理什梅加尔周1表示，乌克兰需要更多的现代武器，如防空系统、导弹拦截武器、反舰防御武器以及装甲车和飞机等。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回应称，欧盟会竭尽所能支持乌克兰。博雷利当天早些时候还呼吁成员国一起为乌克兰团购武器，而不是各自为战，因为团购比每个国家单独购买价格更优惠。美联社称，自2月24日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27个成员国一直在向乌克兰输送武器、弹药和其他援助。欧盟已经投入数十亿欧元用于应对乌克兰的经济和难民问题。不过，随着通胀和能源价格上涨，欧盟的决心可能会动摇。德国国防部长克兰布雷希特曾多次表示，在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方面，德国联邦国防军即将达到极限。
从这个战略目标上，西方很清楚，要利用这场这个冲突呢消耗俄罗斯，所以呢，他会持续的提供给乌克兰这样的军援。我的判断是这样，会持续，但是呢会很有限。他们的目的呢就是保证这个乌克兰呢有继续这个抵抗俄罗斯进攻的这个能力，但是呢不能保障他能够大举的这个反攻，来实现他这个收复全部领土的目标。360公司首席执行官周鸿祎周四就西北工业大学遭美国网络攻击一事发声，表示已经多次发现并处置国外网军的多次潜伏渗透。此外，外交部网络事务协调员王磊周二表示，美国彻底抛弃了中美2015年达成的双边网络安全协议，中美在网络领域的既有共识已经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该如何应对呢？周一，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和360公司分别发布了关于西北工业大学遭受境外网络攻击的调查报告。调查发现，美国国家安全局下属的特定入侵行动办公室使用了40余种不同的专属网络攻击武器，持续对西北工业大学开展攻击窃密，窃取该校关键网络设备配置、网管数据、运维数据等核心技术数据。周四，360公司 CEO 周鸿祎在微博就该事件发声。他表示，国家级攻击对我们最大的威胁就是过去我们看不见这些攻击，而看不见攻击就谈不上快速处置抵御威胁。事实上，360公司今年3月已发布报告，揭露美国利用网络武器对中法印韩等47个国家403个目标开展网络攻击。周鸿祎当时在接受央视采访时称，在所有的攻击里，不得不承认美国国安局的水平是全球最高的。就它在我们电脑上，它不是存在一般的这种文件系统里，那么实际上你就用一般的这种文件查找、一般的扫病毒的这种能力，根本就什么都看不见，对吧？所以它的通信也是全部是基于这种加密式的，你一般的这种防火墙从流量上根本就看不到任何的这种蛛丝马迹。周鸿祎还表示，美国国安局的间谍软件潜伏时间长达10年，严重影响我国国家安全。我们先在我国一个重要的一个系统里发现了国安局这个潜伏的这个间谍软件之后呢，我们又跟国家有关部门配合，在更多的省份、在更多的城市、在更多的涉及到这种龙头企业、高校、科研机构，还有一些重要的信息基础设施里边，发现都有它的渗透和潜伏，而且潜伏的时间长达10年，也就是说，它在我们的系统里已经工作了10年。那这个毫无疑问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国家的国家安全。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相关机构在今年上半年就发布了近10篇证据确凿的报告，充分证明美国开展网络攻击十分猖獗、肆无忌惮。中国外交部网络事务协调员王磊周二接受央视专访时表示，美国的恶意网络活动严重危害了中国的关键基础设施、个人数据等领域的安全。美国在网络空间没有遵守任何国际规则，也彻底抛弃了中美2015年达成的双边网络安全协议。可以说，中美在网络领域的既有共识已经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王磊表示，美国近年来不断以开展网络安全合作为名，在中国周边国家谋求网络军事力量的存在。这个问题和美国在中国周边谋求部署中导和反导系统有类似之处。美方对外宣称这些活动是防御性的，是帮助有关国家提高网络防护能力，然后打水搅浑，趁机浑水摸鱼，这是美方的惯常手法。但他们的真实目的到底是什么？相信周边国家会有自己的判断。有分析称，只要美国仍保持冷战零和思维，竭力维护其全球霸权，美国的网络攻击窃密、造谣抹黑就不会停止，各国面临的威胁就不会消除。但随着各国网络技术水平的提高和人民网络安全意识的增强，美国的网络攻击窃密将举步维艰，美国的网络霸权终会走上穷途末路。在此次西北工业大学遭美方持续攻击窃密的事件中，尽管美国国家安全局下属部门采取了多种掩人耳目的技术手段，但一一被中国的技术团队识破。有观察就指出，这次案件的侦破具有里程碑意义，打破了一直以来美国在网络攻击领域的单向透明优势，也首次向全世界完整地展示了美国政府实施网络攻击的全过程，为世界各国抵御美方的网络攻击行为提供了有力借鉴。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本周一启动，网络安全人才培养尤为受关注。到2027年，我国网络安全人员缺口将达327万。
随着数字化进程的加速，网络边界逐步消失，网络攻击暴露面扩大，网络安全实战能力，特别是攻防实战、漏洞挖掘、工程开发等方面的能力，是当下对网络安全人才最为突出的要求。人家以国家的力量来攻击我们，我们该不该还手？我们应该在国家允许的情况下做我们该做的事情。至少我们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既要做盾，也要做矛。我们只有做好了矛和盾，才能够真正的维护我们国家安全。